本店的镇店之宝上来了，你看它真的是满满的海胆哎！我有湖南的灵魂在身体里吗？那个虾有一节手指这么大哎，那个虾会撞击你的牙齿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sper。我觉得从日本回来那个戒断反应真的太严重了。然后回到温哥华以后，就一直很想要再找到一个就是很像日本的那种餐厅来吃。然后我就在网上搜寻到了这家 Toyocan 东洋馆，它很多餐点，还有它装的容器，还有整个室内装潢都好有日本昭和时期那种氛围哦。所以我就想要来这里来治疗一下我刚从日本回来那种戒断反应。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吃吃看，看看这家餐厅好不好吃吧。Let's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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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好啦，我们现在坐进来了，哇，它整个里面的装潢都非常非常酷。他们楼上的呢是以保龄球为主题，然后楼下是以排球为主题，而且非常有昭和时期那种复古的感觉。你可以看到它旁边还有无敌铁金刚啊，还有那个牛奶妹，我觉得超可爱的。然后整个装潢的风格就真的很有日式的那种风情，我觉得这样应该可以稍稍治疗我的戒断反应。然后刚刚那个小姐姐也来介绍了一下他们的 menu，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来，所以还有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。然后他们家最有名的就是这个炸鸡，这个炸鸡是他们家的招牌，还有这个横滨烧麦。刚好我们这次去日本就没有去到横滨哎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先试试看横滨烧麦到底是什么。然后还有一些它的蒸物啊，就是它的蒸的一些菜，然后还有vegetable bye， 然后再来就是它有 sashimi 在这边。然后这个是日式的披萨哦，我觉得我应该会点来试试看什么是日式的披萨。而且这一家的招牌基本上都跟乌尼就是海胆有相关联，比如说有海胆的蒸蛋、海胆的乌龙面，然后还有可能海胆的披萨，我刚刚不知道我有没有听错。然后还有他们自己家的 house-made cocktail， 他们自制的饮料，然后还有非常 fresh 的水果类的饮料。我们就来好好研究一下菜单，然后来点菜吧。我觉得他们的餐厅设计也蛮有意思的。他们其实前面是吧台，就是专门负责饮料那一区。然后在你走进来以后，你会看到一个开放式的厨房，这一区就是专门负责蒸物，比如说烧麦，或是他们有一些蒸菜就会放在这边。最后面才是他们的厨房，就是我们看不到的那个区域，就是一些真正的主食，比如说炒面啊，或是它的炸鸡腿就会在后面。所以它这间餐厅虽然很小，可是我觉得他们整个在布局上面是有思考过的。其实这家餐厅 Toyocan Plaza 跟 Toyocan Bowl， 它其实是跟 Raisu 跟卡是同一个集团的，所以其实你会觉得它里面的菜系啊，或者是他们的整个装潢的风格，其实都很类似。然后我好喜欢他们这种卡式座椅哦，就好有那种古代，就是比较我爸妈那个年代英国式那种 feel， 我真的很喜欢这一切的感觉。然后我们刚点的菜，也不知道在我们这么小的桌子上是不是能全部放得完，可是我觉得我们有适量的点啊，所以应该是还好。你看它这个很可爱，不知道什么意思，这是いただきます吗？然后头又看然后你看它的这个，我真的觉得它整个装潢都就是很复古，然后很有昭和时期的风格，真的是温暖了我。它整个的装潢太喜欢了，可能比在日本的餐厅还更有日本的风味。它感觉像完全移植过来，超棒。我现在就等菜上来吧。坐进来之后啊，然后再看完菜单之后，我就觉得这里有一种日式居酒屋的感觉，就是他们的整个气氛也很热络，因为他们在点菜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跟后面厨房喊，然后后面厨房就会耶呼嘿，气氛非常热络的一个感觉。点的那些菜呢，包含他给你的小盘子，就很像你在日本吃居酒屋，然后是一点点小食配饮料这种感觉，我觉得超棒的。上来啦，这就是那个 pineapple squash， 非常 fresh， 因为它还有柠檬，下面是有一些凤梨的颗粒，然后喝起来就是有气泡水的感觉。然后这个啤酒真的在外面没有看过哎，它是用米做的 lager 啤酒，好酷哦！来啦，晚酌的流派又开始了，啤酒的味道。还行，可是我觉得没有 Orion 跟香之岛喝的那个啤酒顺口，但还可以比其他啤酒好喝，比晚酌流派那个金麦还有台啤好喝。看起来就真的很特别，感觉只有在这里才喝得到，而且他还帮你倒酒哦，真的好贴心哦。OK， 我们的横滨烧麦可能快要来了，所以他就上来了这一些酱料，然后他有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他自己制作的酱汁，然后还有 crunchy 的辣椒，还有这个是 pepper， 我只听到 pepper 这个字，他说这个非常的辣，叫我们小心食用，所以非常期待。我们等着烧麦上来吃吧。我要来先自调酱汁，当然首先就要讲哦，它这个酱汁里面有好多种香料哦，它看起来是有昆布、有辣椒、有 jalapeno，是不是它有大蒜呢？
好可爱的小碟子。闻起来是酱油的味道，然后有一点昆布的味道，感觉有点像 XO 酱，但他说是 crunchy 的 spice oil。烧麦只有5颗，调酱调得像要吃15颗一样。再来就这个传说中非常辣的这个 green pepper， 我要来试一下它有多辣。他叫我们请小心食用。我有湖南的灵魂在身体里吗？没有燃烧的感觉，可接受的辣度，几乎没有辣，连刺痛感都没有，但是很香。然后那个酱油蛮好吃的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吃烧麦啊，横滨烧麦，来弥补我这次去日本没有去横滨的遗憾。哇，好热！看起来你看这个浓烟滚滚，超热的感觉。它没有很大颗它不像那种港式饮茶酒楼那个烧麦都大跟你的脸一样，然后感觉里面就全是肉，也没有虾，然后沾上它这个特制的这个酱汁。里面真的全部都是肉，然后可能有一点点高丽菜，就是高丽菜跟肉的混合，皮也不会很厚，吃不出来有没有大蒜，但是就是不会有就是猪肉的那种味道，就是吃起来很鲜甜的美味。它这个酱汁跟烧麦真的很搭，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，他看我们是2个人，他说烧麦1笼是5个，你要再加1个吗？变成6个，还蛮好吃的，而且也不腻，赶快趁热吃。这个披萨来了，我们点的是那鸡精味噌虾披萨。我们看它的虾有多大颗，它的虾有1节手指这么大哇，真的很夸张。然后它是味噌口味的，是店员推荐的哦。哇，那个虾会撞击你的牙齿嘴巴回头都是虾子，好好吃，好好吃的虾哦，超脆，而且虾味很浓，好新鲜的虾哦。这个饼皮也很脆，然后它是这种薄皮的这种披萨。它起司的量抓得很好不会让你觉得很腻，就是你看起来好像很油，但你吃起来不会很油，也不会很腻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味噌的味道也不是很明显，你不会觉得是什么味噌的披萨，不会，很好吃。它的那个味道好 balance 全部的食材都会融合在一起的那种味道，而且薄皮的披萨吃起来，你就会觉得它的馅料感很足，好吃快来试试看。本店的镇店之宝上来了，就是它的炸鸡腿，而且它炸鸡腿上来很有意思他知道我们在拍摄，所以他就先说我给你们拍1整只的，然后他之后会帮你剪开，因为1整只你不可能这样子啊，所以他就帮我们剪开，然后就会变得很漂亮的那个形状，而且它刚好是1口的大小可以直接吃。然后它旁边还有一个绿绿的辣椒，那个辣椒就是刚刚很辣的那个辣椒，他说 be careful， 我要来吃咯。我觉得它好贴心你看它都会帮你剪成像这样子1口的大小，而且你看它的那个皮有多酥脆而且闻起来很有香料的味道，有蒜头，我有闻到蒜头的味道。真的不愧是镇店之宝，好好吃，真的好好吃。它跟一般炸鸡店的那种炸鸡腿完全不是一回事，我感觉它那个是用很多种香料腌制而成的，就真的好好吃，而且它的皮真的好脆然后不会因为这样而造成它的鸡肉非常干柴，它那个鸡腿里面是有汁的，而且很嫩 Q 弹，真的好好吃。我目前吃到3样都超好吃没有踩雷，包含饮料都很好喝。这个炸鸡腿来真的要试试看，我要再吃1块。除了刚刚披萨是主食以外，另外一个主食上来了。我觉得他们家是不是以海胆出名啊？这个是 Toyoken Plaza， 楼上是 Toyoken Mall， 他们就是以非常著名的海胆冻为他们的招牌。然后我们现在点的是他这楼下的海胆乌龙面。你看它真的是满满的海胆真的是很夸张，感觉就是这个海胆是不要钱的，是不是？然后上面还有2大坨的海胆。不对，更正，它是有3坨海胆。如果你对于海胆非常有兴趣的人，真的不要错过这一道菜，真的很夸张。重点是这么多海胆的情况之下，这一碗才34块，而且它这个面条煮的好软那我要来吃了，有奶油，然后有蒜味，然后还有海的味道。你不要看它面条这么软其实还是很劲道的，而且不腥我本来以为海胆这么多的情况之下，应该很有海的味道。但还好还蛮好吃的，而且奶油也不会很腻，它这样配合在一起，刚刚好，恰到好处的感觉。因为我实在太想要吃那个烤鳕鱼了，所以我们又加点了这一道烤鳕鱼。
它这个鳕鱼就是我喜欢的那种味增鸡筋烧那种感觉，然后它下面是有搭配那番茄 paste 的，然后它是 black cod 黑鳕鱼，其实也没有很大，就很像日式居酒屋那种稍微配酒前菜的大小。然后你看它烤的有多嫩，我发现我真的很喜欢吃烤鱼，我到哪一家餐厅都要点烤鱼的感觉。然后这家店很特别哦，它的烧物就是它的烧烤类只有2个，一个就是这个，另外一个是生蚝。我要吃啦！哇，好热的感觉哦！而且你看它的鱼，短，又在玩食物，但真的好弹哦。但吃的时候要小心哦，我已经看到大的刺了。嫩，好嫩，而且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味增西京烧的感觉，好吃，就是这个鱼刺有点讨厌，然后配上它这个番茄 paste 来吃吃看，它那个番茄酸酸甜甜的就很解腻，然后再配上味增这种咸香的味道，然后再搭配这么新鲜的鳕鱼，而且它的鱼其实很厚，大概也是1节指节那么厚，当我们怀念日本的时候就可以来试试看。好啦，我们点了一个甜点，然后它甜点有3个，第一个是杏仁豆腐 no， 然后第2个就是我们现在点的这个，然后第3个是它的 chestnut creme brulee， 然后我就觉得第2个我们点的这个很特别，所以我就点了。它超可爱的，它上来的时候其实是已经打开给你看，但我就把它合在一起，原来它是一只河豚。然后它打开来里面以后，它那个是 Hojicha 的冰淇淋，然后上面有一些果干。这个东西我后来查了半天，我本来以为它是 waffle 的，结果后来不是。然后这个其实它中文有一个很好听、很专业的名字，叫做最终。但是其实我们在日本有看到很多就是用最终做成的甜点，然后原来在这里也是可以吃到的，而且它好可爱，它是鱼的形状，然后中间是那个焙茶冰淇淋，它前面是白豆泥耶。好像白豆泥粘住OK， cool。然后刚刚他有介绍说，我们可以把它挖了以后在这里吃，对不对？它是一个仙草。好的。OK， 这也是一个就是很美的提议。这是 impossible 啊，这个，你看它有多硬，这汤匙都戳不下去，我直接咬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吃起来有那个古早味米得，就那个面茶的味道有一点Hojicha的焙茶的感觉了，但是你第一口下去的时候是那个面茶的味道，然后这是无花果干跟 grapefruit， 那白豆泥也好特别啊，很甜。它只是胶水的作用。对，它是胶水 glue 的作用，那有点甜。而且就吃个特色的反正没吃过，我们在日本也没吃到，还不错。就是一个鸡类，吃吧。I am the champion 。OK， 账单来了啊！刚刚已经稍微偷瞄了一下，我们大概吃了5道菜加2杯饮料，总共是136.55，这还没有给过小费的价格。我觉得还行就是你可以从前菜一路吃到甜点，然后总共是136.55，我觉得还不错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来付钱啦，然后再付完小费以后是157.03。157.03可以吃到乌尼，然后还可以吃到大鸡腿，我觉得都不错。然后吃下来，我觉得每一道菜都蛮好吃的。我觉得这家的小姐姐都很亲切、很可爱，而且他们整个餐厅的氛围都非常好，然后他的服务也非常好，也很耐心，随时都会来看你的盘子啊，或者需不需要做桌面的清洁，我觉得非常好。然后价格也适中，所以我真的觉得很推耶，这可以稍微安抚一下，就是我想念日本的那种心情。那我们现在这支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要结束啦。如果你觉得有其他这种好吃的，可以稍微安抚一下我日本戒断反应的餐厅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现在又到了呼口号的时间啦，一订阅一事情，订阅按下去，欢乐不会停哦。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